你们说这神界是什么样的？狒狒，小黑，在神界，神人是弱者，想活下来，只能靠实力。看来只有成为神王或者炼气高手，才能正大光明的赢取力了。 今日臣服于我，就放你一条生路，生或死，你选。今天就拿你开刀，试试我的阵法。丽儿，宇哥，昔日的祖龙帝国、西帝国、陈帝国的帝王，都比不过咱们今日要说的这位印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氏。他厮杀半生，除了妖族盘踞的洪荒那等人类的禁区，终究统一了乾隆大陆所有区域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印帝国，想不到，距离我飞升仙魔妖界也有4000年了。乾隆大陆上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王朝更替，果然没有一个王朝是能够永久辉煌的。就说这开国200余年，那是一片繁荣昌盛，四海之内皆为推崇。是，来此修真者更是趋之若鹜啊！要说安全嘛，我印帝国敢说第2，没人敢认第1。这个特别好，来，老伯看看，特别好。大哥、二哥，父皇，不知秦家现下如何了？去这边看看。主人，想不到还能再见到您。小莫，多年不见，如今我秦家子弟身在何处？主人，幸好你回来了，秦家如今有难。二哥，小雨，可恶！碰魔岛那些宵小之辈，竟敢违背连冲遗命，觊觎我飞升前留在秦家的极品仙器。主人，都怪我实力不济，没能守护好秦家。小莫无需自责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是啊，他们实在太过强大了。莫麒麟也是独木难支，我已经召集各旁支精英弟子汇集岩津城，也是为了对抗他们。二哥，你搞出如此大阵仗，想必觊觎仙器之人不止那彭魔岛一家吧？还有洪荒的一支12阶的散妖，实力极为强大，他们联手威逼，强令我秦家交出仙器。二哥，如今我回来了，定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。来，二哥，父皇和大哥他们都飞升仙魔妖界了吧？你可知如何能探知他们飞升往了何处？父皇和大哥还有风玉子叔叔都飞升了。你若想打听他们的飞升之处，和我们交好的紫阳门兴许能帮上忙。二哥，
紫阳门和秦家关系何时如此交好的？其实，双方交往已久了。早在父皇和大哥还在时，紫阳门就凭借一些机缘与我秦家交好。他身为腾龙大陆第一修仙门派，甚至还在父皇和大哥飞升时提供了一些帮助。其实此番你若不回来，紫阳门也表达过有意帮我们对抗鹏魔岛之人。羽皇死后，紫阳门俨然已归玄帝管辖，他们不可能与上界全无联系，可却主动向我秦家示好，这其中定有阴谋。如此说来，这紫阳门倒还知道好歹。二哥，我想亲自去一趟紫阳门，他们如此善待我秦家，无论如何理应当面谢谢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只需回答即可。我问你，我紫玄星的大乘期高手飞升后将会到哪个星球？宗门阵法完好，此人是如何进来的？前辈，我紫玄星的修真者一旦飞升，将会在仙界流泉星系的渔阳星上。你说是流泉星系？正是。流泉星系过去是羽皇的地盘，现在归玄帝管。果然如此，你就当我没来过，继续修炼吧。是，前辈。二哥留在下界总理秦家，也是责任深重。虽说洪荒修库、鹏魔岛蓝铁已被我收服，有2个12阶散妖当灵兽，应足以自保。只是将来你终归要飞升，那2个灵兽同样要飞升，所以我还打算留给咱们秦家一样东西。这剑仙傀儡是兰叔送我的，相当于下品天神器。剑仙傀儡？二哥，这空间戒指内有150颗极品元灵石，还有1枚玉简。关于剑仙傀儡的相关信息，你都可以从中知晓。这剑仙傀儡，有了剑仙傀儡，在凡人界，秦家简直是无敌呀！哦，二哥，这剑仙傀儡的存在，只让历代的几位长老知道，不要传出去，否则我秦家子弟一个个过于自大，那也失去我的本意了。放心，小雨，你二哥我过去当了数十年皇帝，知道该怎么做。这剑仙傀儡，不到我秦家危险关头，绝对不会使用。二哥，秦家可有后人修炼我的星辰变功法？此功法的确玄妙，我秦家子弟虽人数过万，但也只有1人可以窥得功法玄机。传秦10天来见。拜见太上2长老，拜见太上3长老，拜见太上3长老。师尊。叫什么太上3长老，就叫师尊吧。徒儿拜见师尊。星辰变的功法博大精深，深奥无比。我会给你留下飞升之前功法的心印之意，日后要好好修炼的。多谢师尊，多谢师尊。二哥，我要走了。小雨，那人竟现身人间，还找来了紫阳门。知道了，你只需继续照顾其家族，其余无需多管。是。福伯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您帮忙。但说无妨。我想请您改造一下青羽仙府。仙府？对，我担心自己飞升神界之后，家人遭到一些人的攻击，所以想在仙府上布置防御禁制来保护他们。此道我虽不精通，可毕竟跟随主人多年，随手布置几个，就是一般的神人都破不了。邪魔妖界之人，自不在话下。
有劳福伯了。这里面既有幻术禁制、防御禁制，也有攻击禁制。放眼仙魔妖界，纵是9级仙帝来了，也奈何不了仙府内的人。多谢福伯，这样我的后顾之忧变少了许多。我这就将它送给父亲。我既然准备成为迷神殿之主，自然不能让他们继续封堵大门。来者何人？速速离开！此处按照仙魔妖3界首领之命，用8、9锁空阵联合封锁起来。硬闯者，诛！你们封印此处，无非是怕人进入迷神殿中。如今我已入殿而出，你们还要拦截，我可就要硬闯了。哼，狂徒！我们72个地级高手联合布下的阵，就是龙皇亲至，也断然破不了。无论你是何人，此处不许通过。听好了，此枪名为残雪。今日我就用这阵来祭枪。原来如此。晚辈乌龙，困于6级魔地多年，刚才前辈这一枪，瞬间让我明白了，晚辈已然有信心100年内达到9级魔地境界。多谢前辈。敢问前辈，可是神界来的人？你悟性倒是不错，看我一招便可得到。不过我并非神界来人，在下秦羽，不喜欢你们布置的封印。如果再让我看到入口被封印，可就不只是吐口血那么简单了。青羽前辈堪比师尊教化之恩，乌龙没齿难忘。风兄，外界盛传的那个实力极强，甚至力压羽皇玄帝的人，也叫秦羽。你说，会不会就是小羽？秦兄，我知你一向沉稳，如今你是关心则乱了。若要抗衡羽皇玄帝，则需要9级仙帝的实力。外界所说的那个秦羽，扬名于3000年前，那时距小羽飞升不过数百年，怎会有那样的实力？退一步说，小羽真的杀了羽皇，那玄帝及其麾下的9眼宗，为何对我们如此之好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风兄，玄帝对我们秦家的恩情，也未免太过。何事让父王如此忧虑？父王，风伯伯。小羽是你？万万想不到，当初根骨不佳的小羽，如今成了仙魔妖界人人崇拜的秦羽。父王，风伯伯，
你们方才说飞升之后，那玄帝对秦家多有照顾。何止是照顾，我们秦家子弟飞升仙界之后，凡遭遇生死危机，均被玄帝的人救下。除此之外，只要在仙界成亲的，道侣也无一不是玄帝的徒众晚辈。原本我只是有些奇怪，如今得知小雨你与他有那样的大仇，我已可确认，玄帝是打算利用我们来威胁你，只是尚未动手，看来还在等待最佳时机。父王，风伯伯，无论他有什么打算，前提是能将你们控制在手中。这渔阳星是玄帝的地盘，我们还是离开为好。此处的西边有一颗炎阳星，为我的故交好友君落雨掌控，到那边会更加安全一些。可是我秦族众人的道侣，皆出自玄帝门下。你风伯伯的道侣亦是玄帝的人，既是家人道侣，带上无妨。我倒要看看玄帝到底能奈我何。多谢落雨兄帮我照顾家人。你又何须言谢？再说，主要还是凭着你自己的仙府护着族人。我不过是答应你，让他们在此落脚罢了。我身边麻烦不断，放眼整个仙魔妖界，也只有你才肯答应了。没想到3000余年不见，你的实力竟已达到如此境界。我虽被称为天才仙帝，到如今却远远不如你了。落雨兄不也是已经到了8级仙帝吗？你我相差不多。你可知我成为8级仙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哼，我又岂能不知？以你的心性，自然是去了魔界。对，我当即前去找到血衣，大仇得报，当真快哉！恭喜落雨兄，多年的心结总算被打开。那妍儿呢？你和她要离开一段时间了。离开？去哪里？自然是回家了。秦羽大哥，不要当着落雨哥哥谈我的实力。妍儿，好久不见。秦羽大哥，好久不见。我临走前本来也想去找你的。找我？落雨哥哥，我待会再去找你。那你们先聊。想不到你竟是堂堂上级神人，你瞒得我和落雨好苦啊。你现在已能一眼看出我的实力了，进步很大哦。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，让他这傻小子自己去猜吧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找我？我这次来是和大家道别的。哦，姥姥让我跟她回神界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其实赠予你江兰界的兰书就是我亲叔叔，而江丽就是我亲姐姐。我早就该猜到的，你和丽儿那么像。幸好你没忘记她，要是你做了负心汉，我第一个出手教训你。丽儿她怎么样了？很不好。多年之前，神界发生过一次惊天战斗。奇怪的是，从那之后，追求姐姐的人就变得很多很多。这其中实力最弱的人，也是下部天神。那个周显也在其中。不过你也别灰心，兰叔可是把自己手头的第一灵宝江兰界都送给你了，自然是极为看重你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在渡神界的时候，可别用出江兰界。为何？此事你无需多问，只要记住，神界并不是你想的那般简单，涉及到宇宙的运转，牵涉到无数的宇宙空间。所以，要是不想一飞升就被人盯上，就别使出江兰界。这可是你的底牌，要藏好。多谢姥姥指点。还有，不要鲁莽的去找我姐姐。等你实力到了，自然有机会相见。未来的姐夫，你可要努力，别让我姐姐失望哦。好，原本我还以为凭着自己手中的宝物渡神劫自然无虞，现在想来还是把神劫想得太简单了。我这就去闭关提升实力，
争取早日飞升神界。终于到了原点终极，神劫将在108年之后来临，这比我想象中要来得早。大哥，这才3000天你就醒了？我感应到了神劫。大哥，在你闭关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俩也到了9级妖帝，并且都感受到了神劫。如此算来，时间都差不多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渡神劫？那自然是好。但是在渡神劫之前，我需要去找彭魔皇，亲手为我父母报仇。只是那彭魔皇拼命逃跑，我却难以逼他与我生死决战。这点你大可放心，这彭魔皇无论如何都会与你正面交战的。宗炎，哪里逃？黑羽，你何时到了9级妖帝？手中这枪可是上品神器，还那么多话！你是很强，但速度还差得远。我倒要看看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！这怎么回事？彭魔皇，我领悟的空间法则如何？你不是速度快吗？怎么停下了？你不是挺能逃的吗？逃啊！宗炎，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要杀便杀，轮不着你们羞辱我。杀你，只我一人便可。但你的对手不是我。现在只要你与我3弟堂堂正正厮杀一番，你若赢了，我必不为难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是空间神器。既然我给了你活命的机会，战斗的地点就由我来挑，你有意见吗？哼！谢谢大哥。大哥，你让他们正面厮杀，却把空间缩得如此之小，让彭魔皇这厮的速度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。在那里面，灵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说过，彭魔皇一定会答应和小黑正面交战的。你以为只有你的速度快？说，我父母是不是你亲手所杀？是又如何？你这不该来到世上的孽种！今日，你我2人只有1人可活，就凭你？
今天就送你去见你的父母。小黑这是豁出去了。刚才要是没有黑羽战甲的防御，铜魔皇已经赢了。小黑等了这么多年，绝不会倒在这一步的。是你让我失去双亲，是你灭了白家满门，是你对我夫妻追杀不止。今日我必要跟你做个了断！惊天一贯！父亲、母亲、白皙，我为你们报仇了！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只为这一场。当夜幕和漫天雨纷纷落下，听到呼吸微凉，感觉所向千年来这一击在人难家。当夜幕和漫天乌云落下，听到小黑，都结束了。是，都结束了。这一击或许会头亡。这传承金冠当如何处理？干脆你收着得了。我不喜欢，就是这东西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既然如此，这是你彭族的传承至宝，我们理应归还。多谢秦羽兄。想来如今仙魔妖界，怕是无人能与你相比了。也不知道暗星界下一任经行军是谁，实力可否与你相当？下一届，之前收到消息，现任经行军快要渡神劫，君主争夺大战，估计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果然被我猜到了，彭魔皇一死，你们就会来这儿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如今仇也报完了，总算可以当新一任的大元皇了。你就饶了我吧，我根本就不是当大元皇的料。我说你是，你就是。哎，我的神劫都感应到了，马上要渡劫了。啊？怎么会比我还快？我本想把大元皇之位传给你，好好进修，以待神劫呢。我们三兄弟打算一块儿渡神劫，恐怕是当不了这大元皇喽。万万不可呀！渡劫人数越多，这神劫威力会翻了倍的上涨。三人同渡神劫，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啊！那我们就要做开天辟地头一个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还要去争经行军之位？迷神殿的封印不是都解除了吗？姜岩和银花姥姥曾警告我，在渡神劫时，不要借助蓝书的宝物，免得引起注意。好，如今我们三人齐渡神劫，风险又增加了许多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获得金行宗的传承之宝来渡劫，才能安然无虞。总算得到消息了。我还以为你对君主之位不感兴趣。我对君主之位的确不感兴趣，但对传承之宝，我倒是有些想法。神劫将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然，你要那传承之宝又有何用？定是看中它能助人渡神劫之效。倒是逃不过你的眼界。金行军即将飞升，君主争夺战就在眼前了。秦羽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你让我如何不着急啊？莫慌，上次给你的探灵宝珠可在关键时刻助你，待到它露出破绽，我也会暗中出手。
这第2道神结如此轻松便化解了。那是自然，历代金行军从未有人丧命过神结。只剩这第3道了。3重神结最强的就是最后1重，君主即使成功，也不会像前2重那么容易。第3重很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成功了！果然还是经受住了心魔。难道这神结不是一开始就有各种幻境影响心神吗？你2人有所不知，这第3重神结乃是混合结，蕴含了神雷以及心魔物。心魔物？如你所言，神结从一开始就有幻境影响，可那也只是幻境而已。但方才第3重神结中的心魔物一旦包裹你，将会有连绵不绝的各种心魔直接攻击你的灵魂。但金行军有了传承灵宝相助，自当可以无视神雷，从而全身心的去抵挡心魔，甚至主动攻击那些心魔。这也正是历任金行军都可以顺利渡劫的原因。如此说来，待到我渡神劫之时，不管心魔威力如何，都应该主动攻击，灭除这些心魔。刘星，待会儿你我还有刘兰就要一同去见守护长老了，听他吩咐君主争夺战一事。下一任金行军将在你们3位之中产生。一旦新一任金行军决出，他就有资格融合金行灵珠，体内的金之力将会提高10倍，甚至于更高。10倍？这只是其一，肉体力量提升数10倍，坚韧程度也大大提升。即使上品神器，在你们面前都犹如烂泥一般，就算是神劫中的神雷，也伤不了你们半分。肉体防御无敌，岂不是可以横扫整个仙魔妖界了？如果我融合了金星灵珠，就一定能开启气武殿。长老，我自愿退出此次争夺战。为何？有了你，我还争什么？刘星，到时候你可别手软了。那是自然。来了。刘星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要战便战，何须多语？战斗拼的是身体，就算你灵魂修为高又怎样？你的境界还不足以领悟灵魂的重要性。让你一招，该我了。谁用你招？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宝珠，你骗我！燃灵之法虽能短时间内提升战力，可一旦施展，
即便战胜敌人，自己也会燃尽生命，陨落无遗。此战已不是决斗，而是诛魔。不然这疯子燃尽生命之前，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可惜，灵魂境界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。流星大人，赶快滴血认主！大人安心在此融合，不会有人来打扰的。力量起码增加了10倍，应该可以开启器物殿了。福伯，您在等我。发现你来到附近，我便在此等候了。秦羽，你离开迷神殿没多久，为何又回来？这次来，我准备带您一同离开。离开这儿？不行不行，在迷神殿没被新的主人掌握前，我不得出迷神殿半步。那要是有了新的主人呢？啊，你能开启器物殿了？福伯，将这门拉上去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可你……起！你成功了，福伯，您可知道器物殿内的布局？自然知晓，请随我来。哎，主人在的时候，器物殿的宝贝比现在要多上不少。但为了炼制传说中的天尊灵宝，他带走了一些珍奇材料，还将5件鸿蒙灵宝给回炉，取走了其中的鸿蒙灵器。5件？放心，主人没有忘记继承人。这个房间之中便收着主人留给你的3件鸿蒙灵宝。福伯，那3件鸿蒙灵宝在何处啊？鸿蒙灵宝具有灵性，如果他不想让人发现，即使在你面前也察觉不了。仔细看看，你现在应该可以看到2件鸿蒙灵宝了，就在你眼前。在我眼前？那小船有古怪。
若在我眼前的话，想必是那座石塔。第三件若看不到，想必在那石屋内。那是飞元神舟，在神界也属于极为珍贵的辅助性鸿蒙灵宝了。那石塔为锁神塔，也是辅助性鸿蒙灵宝。这双血丝手套是一件具有攻击性的灵宝，有这3件灵宝，只要你达到天神境界，便能在神界纵横一番了。凭我的实力，想炼化这些鸿蒙灵宝，需花费不少时间呢。这3件鸿蒙灵宝先收着，你以后慢慢炼化。毕竟只有完全炼化，才能发挥最强威力。我们先去炼火殿看看主人留给你的另一样东西。傅伯，此处看起来是一处星空，实际上空间并不大。那些星星看似遥远，其实只是一种幻术吧？对，你果然聪明。主人的实力虽然强，可是还没有达到炼制出一个空间的地步。那石屋内部是整个迷神殿的核心，里面有9颗紫元火珠炼制而成的炼火手环。你需尽快炼化了那炼火手环，才代表你真正掌握了迷神殿。对了，傅伯，那些卷轴是什么？那些卷轴是主人所记载的阵道900卷，里面的东西是炼器高手最根本的技能，也是你必须掌握的阵法。炼器必须要掌握这些阵法吗？当然，成为一个炼器高手需要会的很多，其中最难、最重要，也是最基本的，便是对阵法禁制的领悟。任何一个炼器大师都是一个阵法大师。领悟这些需要多久？有人很快，数万年就可领悟；也有人很慢，数十亿年都没什么成就。还有108年，我就要渡劫飞升了，肯定是来不及。还是先炼化炼火手环吧，这阵道等进入神界再学吧。炼火手环，秦羽，你先滴血认主，然后才可用体内真火炼化这手环。成了。以你的灵魂境界，要炼制成功，估计数千年就足矣。太慢了。在星辰空间内的真火源头处炼化，应该会快些。上面达到原点后期，否则应该没有一丝金光才对。看来还需要多吸收一段时间。我已成功炼化了炼火手环。什么？短短10年就成功了？你已是迷神殿之主，阿福见过主人。傅伯，您还是称我为秦羽就可以了。主人，
这是老主人定下的规矩，我不能违抗。今后还请主人叫我阿福就好。福伯的称呼，阿福愧不敢当。福伯，如今您的主人可是我，那今后您是不是听命于我？那就行了。您依旧是迷神殿的管家，而我依旧称您为福伯。收。主人，此传送阵可通向碎金流之外。想不到福伯您竟也是阵法大家呀！跟随老主人那么多年，对阵道900卷也略有参悟。福伯，您的实力如何？速度和身体强度，我能赶超上部天神，可我无法感悟自然，所以实力只与下部天神相近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拜托您。自从雨儿从迷神殿归来，一晃已闭关50年了。秦德，你生了一个好儿子啊！不知玄帝陛下亲临，所谓何事？想着秦羽还有40余年就要渡劫了，我给他寻了一处地方飞升。玉儿飞升渡劫的消息一直是对外封锁的，他又如何知晓？父王，此事不简单，我定会彻查到底。怎么，你们还有疑心不成？我可是一片好心呢。玄帝陛下一片好心，我等怎会怀疑？只是玄帝陛下还真是为了我的事煞费苦心啊。玉儿，你竟提前出关了。父王，我们感觉到神劫将近了。秦家上下已受玄帝陛下照拂颇多，怎敢再麻烦？您的一片好意，秦羽心领了。秦羽，我知你心中仍有芥蒂，我只是想弥补之前的过错。你若不信，从今日起，我寸步不离秦家，也不接触任何秦家以外的人。你若还不放心，我这就下令，让和秦家弟子结为道侣之人暂回宗门避嫌，也禁止观看你渡神劫，如何？表面示弱，实则变相威逼。他若真留在秦家，父兄随时有危险，而让秦族弟子的道侣都折返宗门，那岂不是直接挑明秦家怀疑他们？真是阴险。好，那就如你所愿，有什么冲我秦羽一个人来吧。不必如此麻烦，那飞升之地就有劳玄帝陛下了。如今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般客气。秦羽，你还剩下40余年的寿命，你秦家一族也只有40余年的寿命了。玄帝，我正好借此机会，将你这一脉从我秦家连根拔除。大哥，魔界当今的修罗魔帝正在外头等着见你，说是叫什么雾龙，你认识吧？是他呀，请他进来。拜见前辈。果然如你所言，100年之内就成了9级魔帝。说吧，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晚辈来这儿是为了感谢秦羽前辈当年一世枪法的施恩。言重了，我当初破开封印，其他的高手也看到了，但只有你有所领悟，这是你自己的能力，与我无关。但晚辈仍旧不知晓道在何方，所以你来这里是想让我再演示一招，好叫你寻得突破之法。还望前辈赐教。万千大道，各不相同，最终都会归于一道。今日我就再给你演示一遍，看好了。
多谢前辈赐教。你走吧。这雾龙能弄懂吗？关于道的领悟不可言传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此人将来怕是要称霸仙魔妖界喽。以后的事，谁说的准呢？对了，大哥，玄帝传讯过来说，渡神劫之地已经找好了，总算要来了。秦德，不必过于担心。秦羽兄是仙魔妖界的翘楚，渡神劫自然无虞。秦羽，3人同渡神劫，神劫威力可不是3倍，而是8、9倍，甚至于10几倍。就算你能扛住前面2道神劫，我倒不信你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杀之后，心生还丝毫不乱。大哥，我总觉得不该在此渡劫，那个玄帝肯定有阴谋。你们只需专心应行，其他的交给我。3人同渡神劫，我倒要看看这神劫威力到底如何。来吧，爷爷们才不怕你！神劫一开始便是这等威力，秦羽，你逃不过今天了。如此多的雷劫，就是青帝行远他们的第1重神劫，也只是9道雷劫，此次却81道，威力不容小觑。嘿嘿，我的惊天一棍刚刚练成，就拿这个小试牛刀，再加上我，定能安然度过。大哥，如何？不错，这第2道神劫由我来挡。好，那这神火劫就交给大哥了。黑色神火。往日神劫哪来如此多的黑色神火？
不会有事的。开！去！青羽，你果然比我想的还强。如若不是我早有安排，说不定此番你真能度过这3重神劫。狒狒，小黑，这第3重心魔神劫恐怖异常，还是交由我来对抗。大哥，那怎么行？是啊，咱们一起。不可，你2人灵魂境界尚不足以对抗，可能会被重创。更何况那玄帝不知有何阴谋，你2人替我留心。放心吧，我有把握。最后一道考验要来了。秦德，去死吧！不好，父王！主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伤其亲人。不可能！你是何人？福伯，谢谢你。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早知玄熙他有阴谋，我又怎会不防？福伯，从今日起到飞升之日，我父王、大哥他们的安全就交给您了，尤其要当心玄熙。我这一眼息阵完全覆盖了这里，任何人的一举一动我都一清二楚，也可瞬移到任何一处。你好强，一掌不但毁了我的肉身，还能灼伤我的元婴。你会后悔的。不好！纪律果然感应到了我这个9级仙帝。青羽，3人的神劫变成了4人的神劫，威力只会更大。青羽，我就是死，也不会放过你。风雨哥，主人，我不能介入劫云区域，为自己小心。玄熙，你我之事始于我，可当初是他欲谋夺我的宝物，还间接害死了我的弟子，最终你却连我的亲人都要伤害。大哥，第3重神劫要来了，你我兄弟同生共死，此番一定能成功渡劫。庆帝金行军的第3重神劫，神雷不过是灰色的，这就是黑色的。他们的神雷细如发丝，而这却如囚笼一般。大哥，我们一起打！这玄帝一死，神劫已远超我们的想象了。我们3兄弟同生赴死，半步不退。小黑、狒狒，你们现在就站在我身边，切不可太远。这心魔神劫，我自有办法。金星燃珠，鸿蒙灵宝，今天就让我感受一下你们最强的威力吧！金之力，起！父王，别担心，小雨他一定没事的。娘，爹和大伯、二伯肯定能渡过难关的。
金光，是金光！心魔攻击竟然被秦羽破坏了。有了金星灵珠，果然对飞升渡劫大有助益。这等心魔攻击，我又有何惧？给我破！心中藏一人梦，叫声息在蠢蠢欲动。水色的风，颤抖的钟，撞击我脉搏。电击影像化身我，只念着血在涌着狂热。一束光，照亮前方，还给我的战一路狂澜。狂奔的人，不信命运的倔强。他天崩地溃，我也无所谓，不后退，放肆飞，骄傲经一路漫长，勇敢的人无惧黑暗的疯狂，藏不住的热血会成只山河，去挑拨，去滚烫，燃烧成光。吞噬着天穹，鬼的暗星吹着一的风，那是从我撕咬，四面咆哮，四面要地动。就让披荆斩棘的执着，追上整个，流血去说，战一路狂奔的人，不信命运的倔强。管他天崩地溃，我也无所谓，不后退，放肆飞，骄傲的伤。经一路漫长，勇敢的人无惧黑暗的疯狂，看不住的热血会成只山河，去挑拨，去滚烫，燃烧成光。父王，大哥，玄帝虽死，但他麾下之众势必会为他报仇。我先将秘籍迷魂传授给你们，凡是通过考验的人，便依旧算是我秦族的一份子。再加上万寿谱内的供奉，定然能保得我秦家周全。好，小雨，我和父王定不会为我们秦族留下祸患，你安心飞升。我已解除了你们3位的灵魂束缚，还你们自由。假设你们觉得外界没意思，就暂且生活在秦府内。没事，正好传授黑瞳郭凡些技艺。多谢。仙魔妖界太没意思了，你留我在江兰界里修炼好了，到时候我随你飞回神界。何时飞升，已经知晓了吗？啊，就在这几日之内。不过，我要先去暗星界一趟。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们一声？那飞升的时候，我可得去送你啊！不必了，我这趟来就是想同你们道别的，顺便把金行灵珠归还。温风，这金行灵珠想必不久就会归你所有，以后我们在神界相会。神界相会。别
放心，我和郭帆哥哥一定会照顾好娘的。心渐暖，人成花，自难记得那些冬夏，不知道我住了何方，烽火暗，人离散，还能总相伴。该走了。别太心如满，轻舟将过，流年似流沙，就让回忆阻断，割不断，山高路长，别望穿天涯，所谓距离，无非回忆一场。你们说这神界是什么样的？贝贝，小黑，在神界，神人是弱者，想活下来，只能靠实力。看来只有成为神王或者炼气高手，才能正大光明的赢取力吧。今日臣服于我，就放你一条生路。生或死，你选。今天就拿你开刀，试试我的阵法。